啊，你有听说台积电的员工开始在高雄狂买房子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房价高更该买房，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台积电员工在狂买高雄吗？啊，先来看一个新闻这个新闻的标题是：他高雄看10多个建案，夸被台积电员工买走，哀嚎是在团购买房吗？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就一个网友在分享，他在高雄看房子，从左营看到南子人武至少看了10多个建案，结果很多都是这礼拜去看，下礼拜被人家订走。那代销给的说法是，现在很多都是台积电的人下定那我会说这个也很合理也的确就正在发生。我们之前才有一支影片在分析为什么跟着台积电买房就会赚，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你看现在证据就来了台积电的员工自己就在疯狂买，而且不是只有台积电的员工在买，很多他的上下游厂商也要跟着台积电一起来那他们的员工也在买那现在的高雄房价对这些科技业的员工来说，绝对是买得下去的，真的，而且他贷款也超好贷那为什么不买那就算一次买2间，一间自住，一间自产，也是绰绰有余所以你要知道，新建案会越来越高。高雄房地产会一路向上，这件事情已经不用证明了。如果你有打算在高雄自产你更应该注意的是装修的费用。之前台积电在盖台南厂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生不计成本的事情来赶工然后造成这附近的中古屋要装潢，是不是找不到工班，不然就天价。你可以看这个《远见》杂志的报道那它上面写标题写建商抱怨抢建筑工抢不赢台积电OK， 好，那做6天领7天钱然后日薪直接就翻倍这不要忘了这个是2020的新闻现在是2024，之后会涨多少？这个真的不知道。那你可能会想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盖房子，对不对？对啊，你不盖房子但很明显就是建商的怎样，建筑成本正在拉升，所以未来的新建案开价一定会比现在还要高，没办法，这个成本跟工人的成本就在这里。那而且连带的装潢水电费用也会拉升。那所以未来你要买房子除了师傅更难找以外，还需要更多的钱来做装潢，这都是以前在台南就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答案可以抄这个考古题，那我们也可以猜测在高雄应该也会发生。最后你要知道，为什么自产客能提前布局当然你也可以不信那反正过2年你就知道答案只是那个时候已经上车的人买的车票比较便宜，就这样子而已你买比较贵一点而已我要讲的不是什么你不听我的话你会后悔一辈子这种干话而是我们在投资资产的时候，你应该先怎样？先去思考你的剧本以及未来的大势是什么，趋势的事那就像我们今天提到的案例，台积电高雄设厂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你是昨天才知道吗？不是讲很久了吗？对啊。那你就去翻以前台积电在台南设厂或是最早的时候竹科设厂的时候中科设厂的时候附近发生什么事情这是那个Open Book 考试网络上你随便查就一堆答案可以抄，所以你说我有比较厉害吗？我觉得我也没有，我就是愿意花时间去查嘛，去看答案嘛然后去找都跟都市计划然后有事没事就看看房子这样那就是因为我有做这些事情才让我可以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大概是长什么样子那什么时间点入场会比较理想？像现在2024，我就没有跟你讲什么捷运紫线对不对？那捷运其实我自己看嘛，黄线在哪里都不知道那这个紫线那现在布局就太早。好，那如果你想要投资自产的话，应该也是跟我一样，多研究，然后多看房子。但你就看完一区再一区，这样看久你自然会有感觉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台积电员工在狂买高雄吗？而我分享了一个新闻跟那个乡民他就分享他在高雄看10几个案子，才过1个礼拜，代销就跟他说这些建案都被台积电员工买走了。那我也跟你分析，这蛮正常，因为除了台积电的员工在买以外，他上下游的供应商的员工也都冲过来有购物需求，所以会造成短时间之内怎样供不应求。另外，我也跟你分享了，根据《远见》杂志2020年的报道，台积电在台南设厂以后，除了房价上涨，装潢的成本也变得很高。这个就是高雄未来极有可能会发生的状况。最后我分享了自产客能够提前布局成功的原因，就是
就我们会做功课啊，而不是说等那个就是涨得不要的时候我们才去看房子哦。那最后我想问你，你在买房子自产之前，你会做什么功课？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会做哪些自产的功课哦，记得订阅加分享影片到你的赖群组哦 ，A 片群组也没关系，让他们看着我的脸冷静，或是加入频道的会员，以后我会分享更多房地产的八卦。讲八卦一样就是去读熟都市计划跟民间重大投资那个报纸要看那你自然就会知道未来啊这边这块地有什么然后更远的未来有什么，这边会开一条新的路，怎样又怎样那所以这附近的中古屋未来会怎么样的变化？那现在的价钱多少？然后怎样呢？你自己看久你就知道，你就会有那个手感你有那个手感，你就自己知道会不会这个买下去的胜率如何。这真的是 open book 考试，真的这个我讲很多次了，相信你有长期在看的话，你应该都在瞄准你在读你自己瞄准县市的都市计划了还没有读你就去读一读你会发现这个政府真的很有做事情真的都在做而且他政府的眼光非常的长远，至少比我长远很多。为什么？因为都市计划一规划就是300个月，300个月多久？25年呢？对啊，我们这种5年就想要跑的，人家规划25年呢，好，反正看新闻做房地产这种节奏完全 OK，完全 OK。你可以看新闻、看报纸做房地产但你应该不敢看新闻、看报纸来做股票，对不对？因为房地产这样它很慢。就说这边要盖一座桥。好啊，这不会明天就盖好啊！你中间可能有4到5年的时间，这个桥就从那慢慢盖这样你都来得及，就这样。看报纸来决定投资自产这一定来得及啦股票的话是一定来不及像帅过头，这有在看房地产应该都知道他嘛我看他的抖音，他都拍抖音蛮好看的那也是常常拿报纸摊开来，然后那边解读这个房地产的资讯当然年龄可能是一个因素啦就他那个年龄是看报纸那我们就是看网络滑手机这样，我们是上网看报纸这种东西就对答案就这来对答案用的对都市计划的答案哪边要开新路哪边预计怎样那怎样又怎样，其实都市计划都有写。那比较不方便确认的是民间的重大投资可是这个东西那个法说会也会讲，比方说星光集团它在哪边预计要再开个百货公司，这个东西它都会讲。我也不晓得，反正就是你就是一直去看熟，有那个手感那你自己在写那个考卷的时候，你自己就知道这个答案好像仿佛似乎应该是要选 C，那个手感出来就会很顺利那就是这样。那一切的根源都是什么？都市计划都市计划是这样我当然知道炒作的力道远大于都市计划里面提到的重大建设，我当然知道可是都市计划它怎样？它有所本那可以让你的那个你要去投资自产的标的有重大建设作为依靠。以股票来讲的话，应该就叫基本面对，那都市计划它的作用是在这里那即使要炒作，那个炒作的人他看着都市计划来炒作，他也有所本，你知道那个什么都没有，鸟不生蛋，然后硬是去炒作的，这个就有赌博的意思在里面。那这个就违背了我们房地产这个稳健的原则啦，所以我都是看都市计划的事实也证明我不是获利最多的一定有人赚的比我还多很多，可是可以够啦我稳健我什么风险都不用去担就都市计划它那边就是会盖捷运站，尤其是现在高雄捷运黄线站点开在哪里，出口开在哪里，站点开在哪里，出口那两回事出口还有几个出口？4个出口那四个出口分别是开在哪里那个出口是只有楼梯向下，还是只有一只电扶梯往上，然后旁边楼梯，还是这个出口够大，所以它可以做双向的，它有楼梯也有上去就下行的电扶梯，也有上行的电扶梯，这你都知道呢。那你就去看嘛，然后交汇站在哪里？对交汇站附近的中古，我告诉你那些屋主自己都还搞不清楚，这边会有一个交汇站那我是不是晚一点再卖？对你去做功课嘛，你就有机会怎样
捡到相对便宜哦，捡到相对便宜，跟你分享。影片看完了哦，我是买房阿元哦，我跟你讲哦，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哦。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哦，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哦，这个房子不能买哦，那个房子适合自住哦，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哦，你先看再说哦，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啊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啊？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哦。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会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那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资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po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那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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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 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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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